注意看，这个男人正在海边捕鱼，海面突然出现了异常。这是。眼看男孩危在旦夕，突然2道金光闪过，男孩回头一看，远处的山坡上出现了几个人影，他们就是永恒族。话说，在漫威宇宙中，有一群号称天神族的6眼怪，他们创造了太阳、银河以及无数个星球文明，掌管着宇宙中的一切。直到一个变异族群的出现，为了维护自然秩序，天神派出了永恒族，一群拥有奇特能力的超级英雄。这个能飞能打、两眼发光的男人名叫一哥，能力像极了隔壁家的超人。哑女玛丽拥有超高移速，目测100米跑进10秒没有问题。印度小哥阿金能力是弹指神功，外加龟派气功。马叔则是本色出演，一拳就能将怪物打趴在地。大美女朱莉化身女战神，武力值爆表，和马叔组成了 CP。随后，天空中出现一个3角飞船，其他成员悉数登场，有善于幻术的小法师雪碧，精通科技的发明家小黑，能用眼神操控意念的小德，可以随意变换物质属性的瑟西。而永恒族的首领是拥有强大治愈力量的大姐阿贾克。千百年来，他们在世界各地一起消灭变异族怪兽，保护着人类社会的安全。但由于成员之间意见不合，在消灭了变异族后，永恒族众人也分道扬镳。转眼过了数千年，瑟西在伦敦当了一名老师，和人类谈起了恋爱。小法师跟着他一起生活。可在这天夜里，消失了几千年的变异族突然再次出现。危机关头，瑟西将地面化作软沙。怪兽陷入沙流后，瑟西又将地面再次石化，但这也只是权宜之计。怪兽随后就挣脱了束缚，小法师随即施展了幻术，但很快就被怪兽识破。关键时刻，一道金光闪过，超人一哥华丽登场，还来不及叙旧，怪兽突然冲向一哥，撞到了一辆行驶的巴士上。紧急关头，瑟西将巴士化成了满天飘落的花瓣。一哥对着怪兽发动电光攻击，没想到这次的怪兽跟以往不同，竟然学会了自愈术。在一哥的强势攻击下，怪兽最终被打入水中，逃离了现场。变异族的再次出现，是时候将永恒族集结起来了。他们先是一路去往大姐的住处，却发现了大姐的尸体，这正是怪兽拥有了自愈能力的原因。在大姐的遗体前，瑟西悲痛不已。此时尸体身上突然出现一颗光球，然后进入了瑟西体内。瑟西成了永恒族新的首领，拥有了和天神对话的能力，但由于并不熟练，瞬间就被弹了出来。接下来，3人来到印度，找到了在宝莱坞当明星的阿金，然后又来到澳洲的荒漠，找到了马叔和女战神朱莉。朱莉患上了永魔症，随时就会失去理智，无差别攻击。马叔只好带着她隐居起来。就在众人聚餐回忆往事时，瑟西一个人走了出来，他静静地坐在地上。终于，他再次见到了天神。然而这次，天神却说出了一个可怕的真相。你知道吗？在永恒族上映后，你会发现，也许一直以来灭霸才是好人。这绝对颠覆了漫威迷的三观。瑟西从天神的口中得知，原来天神派出永恒族来到地球，真正目的并不是为了保护人类。天神族为了繁衍生息，于是把天神种子散播到了各个星球。当星球上产生了足够数量的智慧生命，新的天神才能孕育而生，而所在的星球也将就此毁灭。地球上突然出现了掠食智慧生命的变异族怪兽，于是天神派出永恒族去消灭怪兽。如今地球的人口已经达到数量要求，新的天神即将诞生，人类和地球也将随之灭亡。这也就解释了，作为有着永恒族基因的灭霸，为什么那么痴迷于收集宝石。5年前他打了一个响指，让地球上1半的人口消失，这直接延缓了天神在地球诞生。结果后来又被复联一个响指给恢复了过来。哈哈，你不是开玩笑吧？现在地球重新回到灭亡边缘，知道真相的众人开始研究对策。他们一致认为要阻止天神的诞生，因为几千年来他们和人类已经产生了深厚的感情。于是他们想到了小德，如果可以催眠天神种子，这样就能延缓地球的灭亡。他们在亚马逊雨林找到了小德，小德听后并不想加入。与此同时，变异族夜里再次来袭，永恒族众人开始反击。马叔为了保护永魔症复发的朱莉，
被那只拥有自愈能力的变异族吸取了能量，怪兽竟然进化出了人类形态。在一哥赶来时，怪兽转身逃离了现场，马叔随后也失去了呼吸。简单的葬礼过后，小德同意了加入，但他的能力还不足以催眠天神。于是瑟西和一哥找到了发明家小黑，小黑表示自己已经过上了人类的生活，早已不再使用超能力。I bet you thought the perfect suit. What was this even made of? Vibranium? Fall collection. IKEA. Ass. 在家人的支持下，小黑重新回到了永恒族。一行人来到伊拉克，寻找到了消失多年的飞船。原来哑女一直在飞船里生活。小黑准备制造一种手环，将所有人的能量汇聚在一起，这样小德就有足够的力量将天神催眠。另一边，瑟西感应到天神种子已经开始破壳而生，他们必须尽快找到天神的诞生地。只用了几秒钟的时间，哑女就跑遍了半个地球，在一处火山口找到了天神。小黑这边能量手环马上就要制作成功，可就在这时，一哥突然破坏了手环。原来一哥一心效忠于天神，为了让天神顺利降生，他把不愿让地球毁灭的大姐推下了山谷，利用变异族将大姐杀害，目的就是让永恒族和变异族相互厮杀，为天神诞生创造时间。虽然一哥是反派，但他只是遵从永恒族的使命而已。小法师选择帮助天神，和一哥一同离开。随后印度小哥阿金也选择退出，永恒族再次分崩离析，众人的状态落到了低谷。拥有了大姐的能量球后，瑟西的力量大大提升。为了继续制作能量手环，小黑施法将能量球从瑟西体内取出，在一顿神操作下，能量球最终变成了一副手环。永恒族众人穿上战衣，准备开始最后的决战。超人一哥和小法师守候在天神降生地，飞船缓缓驶来，一哥直接飞进了飞船，和女战神朱莉展开了搏斗。瑟西等人来到了火山脚下，他们用手将能量传给小德。一哥这边刚制服朱莉，却发现他的能量正在被转移。依靠众人的力量，小德施展了强大的催眠术，硬生生将火山岩浆逼退，天神停止了诞生。一哥见状立刻赶到，将小德从背后击倒，然后带着小德飞到半空中，用激光眼干掉了小德。随后一哥又飞向飞船，直接将飞船从上到下劈成了两半。哑女彻底被激怒了，她成功救出众人后，向一哥发动了攻击。可他还不是一哥的对手。哑女被击倒后，小黑和朱莉及时赶到，三人对着一哥发起了围攻。就在这时，变异族突然出现，他是永恒族共同的敌人，被小黑一炮轰飞。朱莉随后走了过去，一哥想要去寻找瑟西，被小黑控制在空中。在科技力量的压制下，一哥的力量被削弱，激光都射不出10米。朱莉在山洞中和变异族正激烈打斗，没想到变异族竟模仿起了马叔的声音，朱莉永魔症再次发作。就在变异族开始吸食能量时，朱莉突然苏醒，然后手起刀落，变异族被大卸8块。另一边，瑟西正朝着火山口跑去，突然大姐在不远处将她喊住。就在二人对话时，瑟西被一把尖刀从背后刺穿，原来这都是小法师的幻术。小法师说，他一直羡慕瑟西能过人类的生活，但他却因为永远长不大而无法体验。他越说越伤心，双手一挥，立刻出现无数个火山。好在小德并没有死，一板砖拍晕了小法师。瑟西将刀化成了水成功续命。此时海上突然风波四起，天神渐渐开始从地心破壳而出，巨大的头部浮出海面，剧烈的震动让瑟西无法站稳，这也无意中让他发现自己的力量。随后瑟西将双手再次放在地面，大地开始渐渐冷却石化。一哥终于挣脱了小黑的束缚，他冲向瑟西，看着眼前昔日的恋人，一哥的眼中闪烁着泪光。最终他放弃了天神的使命。瑟西利用所有永恒族的力量，成功将天神封印，刚刚孵化出来的手指和头部也被石化在了海面上，违背了天神的使命。一哥内心受到了谴责，他和瑟西告别，然后飞出地球直奔太阳而去。最后瑟西满足了小法师的心愿，将他变成了普通的人类。其余的成员决定继续寻找其他星球上的永恒族，将天神的秘密告诉所有族人。就在瑟西准备离开时，突然天空阴云密布，瑟西被光环捆住，
随后被带入了太空。天神的首领责怪他们违背了永恒族的使命，他会饶恕地球的人类，但人类是否值得活着，他会回来审判。电影到此结束。老实说，这个结尾我没有看懂，欢迎大家评论区留言。我是力哥，我们下期再见。